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一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周群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于博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靳年老师，欢迎；情感导师辛唐米娜老师，欢迎啊！看看今天4位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情感困惑，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事实上，他就是太幼稚了，从来不知道站在我的立场上思考问题，还总胡思乱想。天天有功夫乱想，还不如好好想想我为什么会觉得他幼稚。自从他去实习之后，对我的态度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不明白是发生了什么，他现在成天挑我的毛病，嫌弃我太幼稚。还不是我给你提的意见你都不听，惹我生气了才这么对你。幼稚这点我也就认了，毕竟我平常确实爱斗，可他现在对我的态度也太冷漠了，明明以前不是这样的。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只是现在我意识到了，我们不能再像之前那样相处了。要想这段感情能长久下去，我们必须开始改变，开始去着眼未来，规划未来。我真的理解不了，就只是实个习，变化能这么大。所以我觉得你有问题，是你变了，不像以前那样爱我了，觉得我的爱太廉价，可有可无了。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小赵21岁，来自哈尔滨学生，有请小赵，有请。小王20岁，来自哈尔滨学生，有请小王，有请。欢迎两位啊！今天是你要来对吧？对，是我要来的。哎呀，怎么了？我们两个是大学同学，然后她是我的学姐，比我大一届。一开始我们两个在一起是因为就是我这个人平时在学校，喜欢唱歌，然后也是参加过很多这种唱歌类的活动。然后有一次是我有一个比赛，然后她在那个比赛里面就是听我唱歌，然后认识了我，然后就来跟我说想跟我在一起。刚开始我们在一起的这个状态，就是因为她追的我嘛，她就会总黏着我，让我跟她一起吃饭呀，然后学习呀、打游戏啊什么的。但是后来，我们步入了更高的年级之后，她现在已经是大4了，我是大3，她大4在外面实习，然后但是我们两个的生活状态就开始变了，因为我们也已经处了1年多了，我也很习惯她刚开始就是黏着我跟我在一起那种状态。但是自从他去实习之后呢，我也是用那种黏着的方式对着他，但是他现在每天就都会骂我，是我幼稚，然后每天就是对我恶语相向的，就是我就是很搞不懂，因为一开始我也是用你对我的方式来对待你，为什么就是你出去实习之后，我们两个生活的状态又变了呢？这过去是你偶像是吧？是我以前。这你粉丝是吧？对。所以人家说粉丝和偶像，偶像和粉丝不能谈恋爱，一谈就出事儿。你看看啊。我们两个之前确实是特别的好，就是每天都在一起，也特别的开心。但是因为我现在已经开始实习了，从学校到社会的这个过程，让我有一点不适应，因为每天有很多的工作，还有人情世故要应对嘛。然后我就感觉，从我实习以后，他就特别的不理解我。我每天有那么多的工作要忙，然后他还要跟我，就是找各种的事情来跟我吵架。比如说找什么事儿啊？就比如说我有时候不能及时回他微信了，然后他就会问我说：“你到底在干嘛呀？你为什么不回我微信呢？”我说：“你不知道我很忙吗？我跟你说了我要忙，你就不能等一下吗？”你说我每天也是坐1个多小时公交车去接你下班呀，你5点下班，我5点01到你们单位，你都会骂我一顿，都会数落我一顿。我也是，我在学校上1天课了，我回到家，甚至有一点照顾不好你就对我又冷嘲热讽又骂我的，我难道不累吗？甚至你5点下班，我2点多就要从学校走，我不累吗？你觉得我需要你来接我吗？我只想我回到家里以后，我能好好的洗个澡，哪怕去吃1碗泡面。
那我也是幸福的，我可以但是清空我做脑不到呀，子里的东西。我是你的男朋友。然后你就每天来接我，你让我陪你去吃饭，是每天都在吃好吃的，但是每天到处逛，到处吃，我不累吗？我还要用笑脸去应对你。而且你知道吗？你来我们单位找我已经对我造成影响了。你每天都来，然后你跟我们的同事，你都干啥了？是你跟他们认识，我也给你介绍过了，那你咋能给人起外号呢？你管人叫狗哥，你管人叫什么大饼脸、大脸妹，你觉得人家能高兴吗？人家以后咋看我呀？叫一叫怎么了？好可爱。而且我为什么就是跟他们弄这么熟啊？不还是为了你吗？希望他们能在单位对你好一点。那后来吃饭你干啥了？你我还有我们单位同事，咱们一起去吃饭，然后你把我鞋带你系蹬腿上了，当那么多人面你让我出丑，你知不知道我差一点就摔个狗吃屎？大家都是同龄人，闹一闹怎么了？那上回10月1呢，我加班，然后咱俩吵架了，你就非要来我们单位找我。我说你别来，我说我很忙，我说你等我回去咱俩再说，行吗？你就不行，你就非得来我们单位楼下。然后你干啥了？你在那又哭又闹。我们单位楼下人山人海，还有领导呢，你让他们咋看我呀？那我为啥哭你不知道吗？为啥呀？我们不知道。我上次我去接他，因为那个时候我发烧，本来我就很难受啊，但是我发烧我还是去坚持去接他下班，领他去吃好吃的。那他是怎么做的？我给他发微信不回我，打电话也不回我，然后我在他们单位楼下等着，然后他就看着我，就跟他们单位同事有说有笑的从我面前走过去，招呼都没给我打一个。我当时在楼上，我们单位一个姐姐问我说：“楼下那个是你男朋友吗？他好像状态不太好，要不然你去看看他吧。”你把我脸面往哪儿搁呀？你来我们单位楼下哭，而且你为啥感冒你不知道吗？如果你当初听我的，你那次能感冒吗？那天下那么大的雨，我跟你说你别去唱歌，你别去接那个活动了，他在外边兼职嘛。我说你别去了，你如果去的话，你多穿点。你穿的啥呀？你穿净薄的一个衬衫，那么薄的一个衬衫，你去了，然后你感冒了，结果你反过来你说我不关心你了。你如果当初你听我的，你听我的建议，你能这样吗？我在外面赚钱为了什么呀？我在外面兼职，我有我自己的老板。那我这是我自己能控制的吗？我赚钱不也是为了你，能让你吃点好东西吗？而且再说了，你平时生病的时候我是怎么对你的？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给你打，问你怎么样了，给你送药给你送饭，你问过我吗？那你说你感冒了，你想好好休息一下，那我就不打扰你了。还有你说我唱歌的事儿，那咱俩一开始在一起不也是因为你喜欢我唱歌吗？那我现在也是一样，我在唱歌，你怎么就不支持我了呢？说到底，我觉得还是你变了呀。是啊，我当初喜欢你是因为我喜欢听你唱歌，我觉得你唱歌好听，我觉得你有魅力。但是现在呢，唱歌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了，你知道吗？就那么重要吗？你难道你要靠它吃饭吗？你不知道很多音乐学院毕业的人都没能走上这条路吗？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精力在唱歌身上呢？什么都不管不顾，你甚至逃课你都要去啊。所以你希望他是怎样呢？我希望他不要太想着总去接唱歌的这种活动，多想想我们的一些事情。我也希望他能多理解我一下。你希望他理解你的是什么？我希望在我工作忙的时候，他能不要总来让我去关心他。你总说让我多想想你，让我多想想你，你自己好好想一想，这么长时间以来，你问我一句我累了吗？你照顾过我一句吗？这就是所谓的你把我当回事儿吗？那你问过我吗？我没问过你吗？你问过我累不累？你生病的时候，我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给你打着，然后每天你下班回来，我还要问你累不累，带你去吃饭。我来一句，你会觉得很累，对吧？我听起来好像你的工作压力很大，是吧？一个实习生。对，因为我是刚接触社会，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一个是我比较重视吧，就我想把它做好。然后再一个可能也是我本身就是可能有点不太适应，刚从学校出来。你又会觉得说这个男生现在是你进步的一个障碍吗？如果按现在来说的话，我觉得他有一点。所以在这个阶段，你对男朋友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是在你的心里，在这个阶段，
我的男朋友怎么做就是挺好的男朋友。我希望他能理解我一点，理解我的变化。不是说他，就是在你的内心里面，哎，我的男朋友，人都会变嘛，对吧？这个阶段的时候，他除了会唱歌之外，他还有一些什么？我觉得啊，太完美了。他之前对我特别好。嗯。就是我们两个之前真的特别的好。怎么好呢？就是每天都在一起，然后很开心。对啊，现在他不是也每天接你下班吗？也每天跟你在一起吃饭吗？也拉着你逛街吗？但是我觉得现在这种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我要问的是，我已经在问，一直在问，他也一直在问，你现在想要的男朋友是什么样的？我想要他能给我一个依靠的肩膀。依靠的肩膀是指什么？我希望他能每天听听我在单位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不是每天就只知道拉着我去玩，拉着我去吃。哦，他需要跟你分享你的工作。对。还需要什么？我觉得他就多给我一点空间吧。你指的空间是什么呢？他不需要去接你，对吧？对，我真的不需要他去接我了。你要一个人独处的时间，对吗？是的。他现在没有给你独处的时间，是这意思吗？是。所以你会觉得烦，对吧？你占用我很多的时间。你们俩曾经规划过未来吗？我特别喜欢规划未来啊。我觉得我们两个未来就是挺充满希望的，但是他就一直是走一步看一步。你是怎么规划的呢？我就觉得我们两个，因为他比我小一届嘛，我觉得可以说我先工作，然后我们两个等他毕业，然后我们我可以再去找一份新的，我们两个一起去一个城市，选一个喜欢的城市。但是他就对这些好像不是很重视。你特委屈吧？哎，你规划过未来吗？我没有，其实我也很想要我们两个的未来，但是因为马上他就要去外地实习了，明年就要去外地工作了。我们两个在一起的就是最后只剩下这短短1个多月的时间了。就是为什么我每天要去接他，每天要去接他下班，因为我马上我就见不到他了呀。见不到他了。那异地恋多辛苦啊。异地了啊。对呀。我马上就要见不到他了，我就想在这最后短短1个多月，我能就是多见他一面。我觉得这没有什么错呀。他总是说未来的，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两个都这个情况，如果说连现在都照顾不好，那我们还有什么未来呀？要工作了，异地了，还有戏吗？我希望有戏。那你还要他吗？咱直接点。我其实不知道了。男生是哎呀，我最后1个月我怎么更幸福，对吧？女生是说我下一个10年怎么更美好，这差距太大了。听听老师们的意见，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听这个男孩说的很多内容，我一直在判断他们的关系。我觉得他特别像一个在妈妈面前或者长辈面前撒娇的男孩，说：“你看，我都这样了，你还不满意吗？你为什么你不多爱我一点？你不喜欢我多一点呢？那我这样做不对吗？”所以我在想，女孩当初喜欢你，是因为看到你在歌唱的时候的那个状态，她喜欢的是自己想象中的一个人。但是真正在一起之后，经过了甜蜜期之后，现实其实跟她的想象距离非常远。尤其是她现在已经开始半只脚或者一只脚踏入社会之后，她会发现生活原本比你们期待和想象的艰辛得多，残酷得多。似乎男生根本没有意识到，你只是沉浸在我一味的做一些小事来感动你，对你好，花2个小时去坐地铁接你回家，然后我们一起逛逛街，吃饭。前段时间我看到有个短视频上面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有道理，因为当年我就是这么想的。我觉得别人为我做这些啊，多感动啊，我心里多温暖啊。事实上，这些是最不需要成本、最基础、最低级的一种去感动别人或者对别人好的方式。而真正为两个人未来共同考虑去谋划的是你们一起要成长。无论将来你们能不能在一起，在彼此的这段关系当中，你们一定能够帮助对方或者帮助自己成长，这才是一个非常好的关系。那现在我成熟了，我作为一位母亲来看这个事儿，我觉得这种温暖点滴的关怀非常必要，但是更多的是需要你们共同的成长。谢谢。来，博红兄，男生今天带来的问题是谁变了？女生今天带来的问题是我需要什么？女生现在开始接触社会了，她看到了不一样的大千世界，她也接触到了很多比自己男友更优秀的男生。女生，你坦诚一点的告诉我，你拿自己的男友去比较过你现在接触到的其他的这一些同事男生吗？有比过。会的。这个答案是肯定的。他在内心可能经常会做这样的一种比较，但你要明白，一旦经常拿自己的男友和其他的男生去做比较的时候，他往往是爱情悲剧的源头。我也明白，女生曾经用心的爱过你，但是她今天的爱已经力不从心了。他已经迷茫了，他已经彷徨了，他厌倦了。我回答你们的问题：男生谁变了？女生变了。女生认为我现在需要什么？你现在需要更有魅力的男人，所以趁今天放过他。来，金妍老师啊，我说啊，今天男生说的有一句话特别对啊，女生变了。但是我觉得他的改变并不是对你感情的改变，而是他人生阅历经过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飞跃。为什么？我们学校来说，对于我们普通人，仿佛就是打游戏中的新手村。你还在新手村里待着呢，你只不过需要完成学业呀，做点简单的任务。但女生已经一脚迈到了副本，她面对的都是一些工作压力啊、老板刁难啊、同事相处啊这些怪兽。你们俩的这个层次已经不一样，所以你无法理解他面对的是什么，而他希望你能够在新手村的时候就能预见到我现在面对的是啥，然后他也希望呢，你用他需要的方式来爱他。他需要的已经不是新手村里面那些甜甜蜜蜜，哎呀，一起上学，一起放学，一起做晚自习一起逛街吃喝玩乐。他需要的是啥？他需要有人给他打辅助了。你这个辅助输出跟不上了，所以这个是你们层次上的一个区别。如果你在这段时间你还想跟女生交往，你需要的并不是不断的怀疑她，而是跟她携手并进。那我想说一点，女生，你已经到了副本这个阶段，但是你忘记了，你的男朋友他还在新手村里，他没有办法一夜成长，你要给他一个时间。毕竟你现在经历的这些，他没有经历过，可能他就无法体谅，他是真的无法体谅。你可以稍微等一等，等他也迈到了实习这个阶段，可能你们俩这个就有话题，就有共鸣了。如果还有点感情，给他一点时间，给他一个机会。好，谢谢金妍老师。来，米娜老师啊，我不赞同你们分手，我觉得还可以再抢救一下。他其实不是嫌弃你，他所嫌弃的那一切，折射出来的是他自个儿的内心，他害怕被人说幼稚，对不对？你害怕被你的同事说还不成熟，你害怕被你的同事说都是个实习生呢，都还是小孩呢。所以当你的男朋友在你的同事面前做出任何不成熟的举动的时候，你都觉得丢脸。其实对于男生来讲，你现在也不用觉得什么自卑啦，或者是说有点气不愤啦什么。你的一切的幼稚行为只需要收一收，放到家里去，不要在任何的公众场合把他拉回到那一个环境里，他其实就能放松下来。当女生说要独处的时候，给他一点时间，
因为在这个时候，也许他想消化一下白天的事情，也许他就只是想发发呆，他也有真累的时候。但如果你想拉着他在这个时候玩，他很可能会极力的挣脱出去，因为只有甩了你才能得到亲近。想让他不甩你，就在他要求时间的时候给他一丁点，但也不要让他旷日持久的一个人待着。现在才20岁，你们还该做梦，还该稳艺，还该2个人一起共同成长，还不到对彼此现实啊，对彼此一定会死心放手的时候。不用被我们这么多过来人的话吓倒，沿着你们的爱往前走，相信他。你只要不那么幼稚，给他一点空间，2个人会回温的。谢谢米娜老师。4个人呢，最后给出的结论，迟早得散，啊，但是在哪天不知道。只不过路径上面出现了2种声音，一种声音叫当机立断，以博宏兄为代表的，咱务实点，别彼此耽误，当机立断。第2种，那就是以那2位啊，金岩老师和米娜老师为代表的，说我们还可以再试试尝试，因为青春。我们有时间去文艺，我们有时间充分的感受最纯的爱。其实现在这个爱是最纯的，什么都没有，就是纯纯的。所以我倒觉得没什么，就是你们把这个事儿看得太重了，放松下来，放松下来。男生的心情很理解，啊，最大的危机其实还没来呢，等异地了才出现。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觉得，其实我就是非常接受不了，就是你从实习之后就对我就开始变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也完全能理解，说你忙呀或者怎么样的，但其实我想要的就只是一点点，哪怕是有一点点，你问我一下也好。我不想说，我觉得我们2个人处对象好像更多的时候往往都只有我是自己一个人。我可能没有这个对象，就是其实我很理解你上班忙，我也没有太多的打扰你，我只想让你哪怕只跟我说一句晚安也好，或者早安也好，我只希望你能想起我。其实我想要的没那么多，就这么简单。谢谢2位，来，请回，请回，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来看结果，请开门。像个男人。我们从结婚以来，因为各种原因，一直都分居两地，这样的生活已经有几10年了。我一直在外地工作，想赚点钱给他们更好的生活。现在呢，这种状态感觉挺好。因为儿子的事，我们起了很大的冲突。他总是责怪我没把儿子教好，但他却根本不管不顾。由于我工作压力大，平时比较忙，又一直不在儿子身边，很难给他沟通。我们也到了退休的年龄了，我就是想他从丽江回来，我们一家3口幸福的生活在一起。我这几年就是最后想努力一下，在丽江买套房子，把他接过来，不想回老家了。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田先生56岁，来自四川，医务工作，有请田先生。张女士51岁，来自四川，店长，有请张女士，有请。欢迎2位哈。这个小片里面说到了2位是长期分居啊。是真是。算过这个分居多少年了吗？20多年了。为啥选择这样的生活呢？因为在那个年代嘛，都有自己的工作啊，所以说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不是，
那个年代这已经过来了，这不过来了。最近几年呢，还是工作的原因。哦，因为我这个工作很特殊啊，我是医务工作者嘛哈，我要坚守我的岗位。他是药店工作，也是要坚守他的岗位，各自放不下自己的工作，是吧？对。这个孩子跟谁生活在一起啊？孩子跟我生活在一起。您这一年回家多少次啊？基本上是1年1次或者2次。这个回去多久呢？回去1周左右。那平常靠什么来维系夫妻的感情呢？电话呀，或者微信呐，QQ 这样的。那孩子现在多大了呢？孩子今年20多岁。男孩女孩啊？男孩。20多岁了。对。那这个儿子对爹是个啥印象？等于你孩子的成长你都错过了呗？错过了啊。然后还是有交流。他跟儿子根本就没感情。那在这20多年当中就没有机会让你们走在一起吗？当时我们都有这个想法哈。我呢从重庆调到绵阳，啊，他呢。从他那个地方单位调到绵阳，我们在一块儿，但是我们想法很美好，实际很骨感。现在您是希望他回来是吧？是。啊，您还是不想回？我是想回来，但是呢，因为我毕竟56岁了吧哈，快到退休的年龄了，我想坚持到最后。我有个想法啊，就是说，在我退休之前，在我现在的单位的附近。买一套小房子啊，就把他接过来，享受这个晚年的这个退休生活。他吧，我就想他跟我在一块儿，然后我觉得我们绵阳挺好的啊，但是他就说外面好。我们平常吧，反正是见面的话，我们挺好的，就是一在微信啊打电话，我们就会吵架。我们的矛盾呢，主要是在最近2、3年啊发生的有很多事情啊。因为我呢从成都呢啊。到了云南、昆明、丽江啊，因为我感觉哈，我的这个岗位很重要，肿瘤医院嘛所以说我们有很多的肿瘤患者需要我的帮助如果我长期的去到绵阳，这个事情就很麻烦。你的工作重要，我的工作也重要。我也在药店上班，我是2个店上班，我还带孩子，我还要管家啊，也有父母。所以说你老说你重要，你觉得我重要不呢？我承认你重要，我没有否定啊你在家庭当中的贡献，但是我这里边呢，确实走不开。但是家里面的事儿他都不管，我干什么事儿跟他商量，他就说你做主啊。我做完主，他说你太强势了啊，你什么事都不为我啊。我们就开始为其他的买房啊这样那样的事儿，我们就发生争执。买房我不反对，装修的事儿确实给我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不是你有什么麻烦？你又不在哪儿买的房？在绵阳给儿子买的房嘛，我们自己有住的地方，然后买房之后呢要装修嘛，因为我在肿瘤医院我就知道嘛，就是关于这个房子装修造成的那个污染如果装修马上就进去住，那是肯定是很危险的至少要等到半年以上嘛。但是呢，我跟他建议的那个方法，装好马上就可以进去做嘛，没有污染嘛，还可以防火。但是你说的那个方法是不可行的，我是问过的，因为他带了那些人来了，就给了1万块钱定金，他没给我说，他就把人带过来了。那人来了之后，他就在我那个新房里面晾房，你晾可以晾的，但是我想问一下子，装修这套房子我能花多少钱？他这样一说我大致一算，肯定20万都做不下来，因为当时我只有6万块钱，所以我就没采纳他那个意见那1万块钱就被别人骗了，那个定金是退不了的。他开始跟我吵架，他说我不尊重他的意见，我说你没跟我商量，你要最起码不懂科学的人讲起来很累，我太累了。不是您是懂科学，但是您没钱啊。实际上我这边计划出来的话，也就是3、5万块钱的问题。我把定金都交了，我把人都叫过来晾了房了，结果呢，他还是被别人忽悠了，就传统带块装修公司的忽悠了，知道吗？你知道我做传统装修还是花了10万块钱？你是被他忽悠了嘛？根本要不了这么多钱嘛？如果按我的方法呢，要花得了这么多钱吗？5万块钱顶满天了。不，
说这十几20年不在一起的夫妻犯不着为了这么一套房子这几万块钱吵成这样。是啊，我不是吵啊，我因为这个划不来嘛，我把钱都交了啊，就按我的方法做一次不行吗？那你只交了1万块钱，好不好？那还有的钱哪儿去弄啊？那我刚给孩子买了车，买了房，那我现在又要装修，钱从哪儿去拿？我不是说了吗？我家里成都这边有想办法嘛，是不是啊？第二个事情就是买车嘛，哈，给儿子买车。我还是他老爸爸，买车都买回来开在家里面了，我都不知道。你不说什么事儿都我做主吗？我跟你说啥呢？我弟弟妹妹、我妈他们都拿出钱来了，我还跟你商量嘛，对不对？我有钱了，我跟你商量啥？我就买了呗。对他有钱老大，他都不商量了。我跟他商量的时候，他又说你自己做主啊。我知道什么事儿都难不了你，所以我就那我好奇的问一句啊，你们俩这20多年经济上也是分开的吗？开始没有，后来的时候这些年他老投资做事儿，我也没找他要钱，我就自己赚钱。这个大概有多少年啊？这种经济分开的状态？就2、3年。就最近几年。那过去这钱谁管啊？他管啊。过去的钱他只给我交一半儿，那交一半儿孩子要读书呗，赡养父母呗。我听起来好像都是为钱打仗啊？啊？钱只是一个部分哈啊，关键是呢，一个小事情儿，它可以扩大啊，一句话它可以说出10句、20句的话出来啊。我是没办法，我太难了，知道吗？跟他交流太困难了。不是你也不需要交流，你20多年1年回家7天，你要交流啥呀？但是呢，他会在通过微信啊，就是最近哈这几年哈，通过微信，通过那个啊 QQ 还是电话。那个念经念起来是太痛苦的事，我血压都要给我升高啊！我说一句话，他可以说上2、3、4句。正因为是我能有说的，就证明你没给我做到，肯定我才会有说的，对不对？那我跟你说半天你不理我，我不说呀，我肯定要数落一下你呗，我要出气呀。这个数落怎么样呢？儿子不理了吧？他念经一样的把儿子念跑了，是不是啊？啥意思？儿子现在回来了吗？微信里面儿子把微信都给他删掉了，我也给他删了，太痛苦了，主要是。你们痛苦，我就不痛苦了吗？你们在外面潇洒，那我一天到晚的顾家，对不对？你们曾经想过离婚吗？想过，因为我觉得有他我没他是一样的啊，所以我就说过，我说离了呗。开始他说随便你，后来的时候他说妈在的时候不给你离婚。我说我离婚跟妈在不在没关系，反正我觉得有你和没你都一样，对不对？所以后来的时候我再不想理他了，我就自己去赚钱去了，我也不找那样。所以实际这20多年你们过的就是，我听起来相当于各自过各自的日子，是吧？是各自过各自的。那为啥不离呢？因为他老母亲希望我们在一起好一点。不是，那您自己觉得这个婚姻有没有啊？婚姻嘛，因为有儿子在那里嘛，不是个儿子的，可能也就离了嘛。但是儿子的成长你也没关注啊？他在关注，我有时候也在关注，不是我没有管，因为我在外地工作了，没办法嘛。那今天来的目的是啥呢？他的目的就是想把我带回绵阳，别在外面工作。对啊，我的目的就是我要坚守岗位，坚持到退休。再问一句啊，您在云南没有另外一个家吧？云南没有嘛，因为我们是住在医院的单位宿舍里面，啊，一栋大楼都是工作人员。就这问题您信吗？信。啊，就是因为他去过的，春节的时候他到昆明来了。我还是带他到越南呢，去走了一大圈，旅游了一下嘛。行，我信他人品啊。行吧，反正20多年就这么过来了。那未来的日子到底怎么过呀？我的意思就是再坚持几年啊，就退休了嘛。他到我们这边来，就是云南这边来，因为我等几年的意思就是说，这几年当中，在我退休之前，在云南买套房子。不是，我就想知道为什么退休了不能回绵阳呢？绵阳那个气候确实，我已经习惯了。春城四季如春那个气候，还有那边我的所有的社会关系，包括医院的一些关系，就怕我退休了，我还可以发出我的余热，是这个意思。你们这个就20多年就没有想过两夫妻俩往一起走走吗？
我发现你也特别奇怪啊，你就他也到昆明来了啊。因为我这边我有房子，有儿子，有家，有妈，对不对？我不可能放弃这些东西，我就到那个他那儿去了。但我觉得他到绵阳挺好的，我们什么都有，对不对？但是他说他的工作啊，什么东西都在那个地方，所以就这样，我们的分歧是越来越大。那现在把他接到丽江去行不行啊？现在去，因为医院它是有规定的，那个都没带家属，那个没有家属的房。没事儿，咱租一套房子啊。问题是他在绵阳有事情做呀，人家不做了。他说不做了吗？问题是。你没问我呀？对呀，你看，你问过吗？他没问过。行，现在我替他问您。丽江租一套房子，我能不能过来跟你一起生活？别退休了，就现在。这个可以考虑。为什么只是可以考虑呢？因为我在协会工作，我要2个地方跑啊，我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的，我一会儿是在丽江，一会儿是在昆明嘛。但你不管在哪儿跑，人家愿意跟你跑啊，不联系呗。那他把我拉黑了，怎么回事啊？你练的我都活不下去了，我太难了。不是，你还难啊？我太难了，你不知道他那个练起来很厉害的。我就在想这事儿啊。微信上面再念叨，你可以不听，对吧？不听就得了嘛。不可能不听啊！他发过来我了，还是念出来了，我得看不是你这20多年一个人在外面这个逍遥快活的，这老婆在家里又持家又带孩子，孩子也长大了，你还说你太难了？他把儿子练跑了，儿子也不听他的那一套。那不是跟着你学的吗？那现在儿子回来了，那你怎么还不回来？我问你啊。工作辞了去丽江去不去？去。你看，去，让不让去？可以考虑。为什么只是可以考虑呢？这个不可能一说马上去。为什么不可能一说马上去就去呢？为什么呢？因为我还得回丽江去，或者是昆明去把这些工作安排好啊。你安排什么呢？你工作你的，人就在那儿扎个家吗？人家又不是去部队了。想让我去，他说我去了，管着他了，我唠叨。哎，他不想听我的。我要考虑一下。所以实际上20多年说是结婚了，但是各自过着单身的生活，这真的叫婚姻吗？这2个人是怎么20多年度日如年的就熬过来的呢？这家还是个家吗？就这个孩子和单亲家庭里面成长的孩子有区别吗？还真的不如哎。好像是有点问题嘛，有点问题。不是有点问题哦。你们听听老师怎么说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明显感觉到你的话语之间，对你的爱人、你的妻子有非常大的这种抵触，甚至我可以用一个词叫厌倦。你觉得他总是在念叨你，然后不停地数落你。我在想，如果你们俩真生活在一起，不用20多年，2年应该就分开了。我也是这种感觉。好像那个距离拉开一点，还保持一点关系，因为我接受不了他的那张嘴巴，我太累了。他会常常跟你说这些话吗？说我完全接受不了你的数落、念叨。会的。换一种生活方式，你想过吗？想过。那为什么没有最后实施？我还是挺爱他的，他还是比较孝顺我们父母。他的其他的优点我也挺喜欢他的，比如说现在的男人都在外面乱来，他不会。所以这些我就觉得，虽然我很生他的气，但是当我生完气之后，我会原谅他。大姐，如果你的心里，就像你刚刚嘴上说的，你非常在意他、很爱他的话，对不起，你就得退让。我觉得爱的天平永远不是平衡的，所以如果他觉得你特别唠叨，请闭上嘴；如果他觉得你念叨的太多了，不说话。既然你觉得他有那么多优点值得你留恋，你不愿意破坏，那么你只能从你自己这边多做努力了。那如果他把这个改了，是不是就没问题了？对。好，大姐，我的话就这么多。我觉得从女性的角度，可能有的人又说我三观不正，为什么要女性退缩？没办法，我觉得你爱他比他爱你多，你的言语中还有很多爱。谢谢。
谢谢。伯洪兄，田先生恕我直言，你非常会找借口，而且你已经活在借口当中了，自己也成为了借口的一部分。你们的婚姻现在就像一座活火山，什么钱、车、房，只是一个个喷发口而已，是随时都会喷发的。再恕我直言，你们两个人的所谓的婚姻早就名存实亡了，还有意义吗？这种努力还有意义吗？你哪怕到现在，你去了丽江和老公生活在一起，他会改变吗？他已经习惯了20年的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生活了。中国像你这样的丈夫，以这样的一种婚姻的姿态，还得到老婆的首肯，我佩服你，你比孙悟空厉害，佩服。谢谢伯洪兄。来，静妍老师。恕我直言啊，我觉得先生你就是一个极度自私的人，非常自私。你说过你有未来退休的计划，但是你的计划只有你自己，你考虑的部分也只有你自己。你妻子考虑的是什么？考虑的是儿子，考虑的是家庭，考虑的甚至有你们的父母。你的计划里有谁？只有你自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自己在这个家庭中其实是没有什么参与感的，啊，你并没有陪伴孩子长大，你也没有尽到一个丈夫应尽的责任，你也没有陪伴妻子，但是你却要刷在家的存在感，你却要说什么算什么。你在这个跟妻子的权利争夺上，你还要当上风，凭什么？第三点，你现在的这种成为一个丈夫的方式，实际上跟你妻子的付出是远远不匹配的。我给你想一下，为什么女人唠叨？你妻子还有其他的方式来索取你的爱吗？你还有其他爱他的方式吗？他所指望的只不过是一些男人最基本的道德底线，他外面没有人，这是作为一个丈夫最基本的道德底线，这都能让他来拿出来炫耀，可见你做的有多差。而你的妻子做了多少？你的妻子为了这段婚姻付出了多少？你的孩子是喝空气长大的吗？你的父母不需要养老吗？你的全盘计划只有你一个人。那我想问你一句，如果他跟你去个丽江，他的父母怎么办？你让一个妻子抛开自己的父母吗？只为了你一个人？其实我的目的就是说到这个焦点上了，我的意思就是说过几年，他父亲已经去了，就是他母亲。我的意思要坚守岗位，让他坚守岗位，父母老了之后，过了之后再过来，这个意思。那我父母今年才70多岁，他如果要活120岁的话，那我来的时候是多大年纪了？我还走得来吗？那么不行的话，你就过来，如果必要的情况下，你把你母亲带过来不就完了吗？所以我说，你的计划里，计划的核心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只要你过得舒服就 OK 了，剩下的人怎么样，他们去克服他们的困难，只要我自己自在就行了。所以你不是一个丈夫，根本也不是在婚姻当中，你依然是一个单身汉。谢谢金妍老师。明章老师，在这一段感情里头，我看到了你对他有恩情，但我没看到有爱情。这个恩情使你觉得我都带你去旅行了，可以了吧？恩仅止于此。但您的妻子肯定是爱你的，否则他不会希望到你那儿去，否则他不会把他的情绪都发泄在你身上。你对他也不太有情绪。我刚刚在你们对话的时候，我查了一下，看了一下丽江现在的租房多少钱。古城区呢，一室一厅精装修的也就才500块，大一点的呢可能是最多1000吧。你对你妻子的爱还不止500块。想把一个人接过去团聚，可能早就会查了，早就会去挑选了，哪里离我工作地点近，我该怎么跟单位说，然后哪怕我还必须得住在我们什么医馆里，那么我至少每周末我可以跟我妻子住在一起，等等等等，你会有各种盘算。假如你的生活计划里有他，但您没有，您拿您的工作作为理由，作为借口，把这一个女人挡在高墙之外。我不知道您是怎么能够忍耐下来，1年只见7天，在一起相聚只有7天的。但是
我更好奇的是，您太太怎么会觉得自己只配过这样的生活？您这么好的女人，为什么不值得男的爱呢？为什么不值得人陪伴呢？为什么不值得人更尊重呢？为什么不值得自己的爱的丈夫每个月往回家跑几天，或者每个周末往回家奔呢？您有想过吗？您有自问过吗？是我不配吗？我哪儿不好吗？如果我很好，如果我配，他不是这样的人，我为什么要留他在我身边？因为我就想嘛，离婚了之后，别人会觉得孩子是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没面子，还有我觉得他也不是很不爱我，所以我就一直没有。你看他还是爱他，对吧？他都也不懂得什么是爱。您的不自爱就在于您觉得面子高于您自己的生活本身，您觉得别人的舆论言论高于您对生活自己的感受，您觉得丈夫只要名义上有，您的孩子就不是一个缺失家庭长大的孩子，但事实上他父亲一直缺席的呀。您的不自爱使您误以为我只要不撕掉结婚证这张纸，我的婚姻就是完美的完整的，您甚至拼凑出来了他爱你的迹象。您丈夫不会改，您丈夫觉得心安理得，他心中的那个天平是平衡的，你给他的恩情，他给了你钱，他扯平了。他也认为，如果你住到他身边，因为你的脾气，因为你的唠叨，你们俩会更快的分开。他认为，他权衡之下，两地分居反而有利于婚姻拉长战线。他认为这样做满足了你对婚姻完整的祈求，他不会有任何变化。您想想，您究竟要怎么办？我跟他们的劝法不一样，我给您的答案是另外一个。20多年都熬过来了，还在乎那3、5年吗？对吧？我的计划就是在这2、3年之内嘛，就熬到个房子在昆明啊。如果他那边的事情放得下，他可以过来，就这么简单。所以其实您这个有一个极大的先决条件呢。我丈母娘去了，他就过来了。我丈母娘不去，他还得照顾丈母娘，对吧？实在不行就带过来吧。他说了，2、3年以后带着老妈去养老，是这意思吗？不是2、3年以后啊，是什么时候？从这次我们到了这个节目组来看了一个情况，我也非常理解他，不是不理解。既然谈到这个份儿上了，他今年年底都可以带过来。只是我把这边准备工作做好，他就可以带过来啊。懂了。你应该谢谢我们。你看看，20多年没解决的两地分居问题，今天终于解决了。剩下的时间给你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这个20多年来，从我内心来讲呢，我是非常感激你的。为了我们这个家，为了孩子，你付出了很多。这也是事实。那么我呢，已经给这个节目组也表了态，只要你母亲愿意来，那么今年年底都可以过来。就这样，这是我的意思。谢谢2位，请回。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不收取任何费用，小心被骗。来看看这对嘉宾自己的选择，请开门。接下来一起来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
年底就把老妈接回来，也会在昆明安排好一切。谢谢两位的分享，祝你们幸福，庆辉。下一个题，我们老师进入到金云中央厨房，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期。有网友提问说，一个比我老婆大18岁的同事和我老婆说，我照顾你，你陪我聊天解闷儿，我绝不说过分的话，干过分的事儿，咱俩呢都不影响双方的家庭。我老婆就开始和他聊，从开始的闲言碎语到后来越聊越亲。那个男的呢就开始用暧昧的话来聊骚，我媳妇儿已经抽不出来了，继续陪他聊着，只能趁我不在家的时候删除聊天记录，这样不累吗？我该怎么办？我想说的是，这已经是在踩婚姻的红线了，所以如果不悬崖勒马，那接下来你们的婚姻岌岌可危。聊天谈心这种事儿，不应该只和自己的老公和先生做吗？为什么和别的男人去聊天发微信呢？所以我觉得你的妻子应该做的是，当有人向她提出这样的要求的时候，她应该立刻和那个人保持距离，甚至将他拉黑。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传递生活正能量。天津卫视。